像家里使用的这种锂电池，如果充不上电后呢，不要着急把它们扔掉。其实呢，只需要简单的给它激活修复一下，就能接着再用。修复好以后呢，再用个2年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先看啊，我们家里像这些头灯、手电，包括充电宝，还有就是一些小风扇，还有啊就是这个手电钻里边内部呢用的都是这种18650锂电池。我这2块呢都已经没有电，然后使用的时候给它充电也充不上，像这种情况呢，只需要给它激活一下就可以了。首先呢，先看一下这块电池，给它先放到这个风扇里面之后，然后呢打开上面开关啊，没有任何反应，风扇不转呢，就说明电池已经没有电了。当给它充电的时候呢，也充不进去。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座充，充上电以后是绿色的指示灯，然后呢把这个电池给它放进去，来看一下指示灯就灭掉了。像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啊这个电池已经饿死了。这时候呢，我们只需要给它激活一下就可以了。激活的时候呢，需要的工具啊也非常的简单，只要呢就是用一个手机的充电头就可以了。然后呢，再需要用一条手机的报废充电线，主要呢就是用这个大头这一部分，然后小头啊给它剪掉，找条报废的充电线就可以了。剪掉之后啊，这个内部是有4条线，只留下黑色和红色就可以了。然后呢，给它分别拨出线头。然后呢，我们在激活之前呢，首先先来测量一下这块电池它的电压多少，还有多少伏。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它的电压呢，看到没有 0.96， 电压是非常低了，说明啊这个电池呢就已经饿死了。正常的电池它的电压一般啊都是正常在 3.7 伏，如果低于 3.7 伏后，它就会充不上电。像这种情况呢，只有不到1伏的电压，说明这个电池已经饿死了。遇到这种情况呢，给它修复一下就可以了。首先先看啊，它这个专用的充电器呢，它的输出电压是 4.2 伏，而手机充电头它的输出电压是5伏。这个充电器呢，只比这个充电器呢大了 0.8 伏，所以说用这个方法给它修复呢是安全的。首先激活的时候呢，先把这条充电线给它插在手机充电头上面，然后呢这头给它先插在电源上面，然后呢看一下这2条线呢是一个黑色一条红色，黑色的是它的5伏的负极，红色的是它的正极。在修复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记住啊这个电池它的正负极，像这个小头部分就是正极，大头呢是负极。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就是正极接在正极，负极接在负极上面，这样呢就可以给它来修复了。修复好就这样修复10来秒钟之后呢，然后给它断开个2-3秒之后，然后接着再来给它修复。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用手触摸一下这个电池这个表面，看一下有没有发热。如果遇到有发热的情况下呢，就需要把它给断开，让它多停留一会儿，就是多等一段时间，然后再接着给它来修复。就这样的循环啊，给它充个10来次，就可以给它强制充上电。好，现在呢已经充了10次了，然后呢用腕表再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它证明一下到底能不能充上电啊。首先先看一下它现在电压是 3.6 伏，说明啊已经充上电了。然后呢现在把它再放到这个充电器里面充下电，看一下能不能充了。我们看一下绿色灯变成红色灯了，就说明啊已经可以正常充电了。然后呢把它再放到这个风扇里面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到底这个电池能不能用了。没问题，是不是？看一下可以正常使用了。以后呢没电了之后呢，及时给它充电就可以了。经过这样修复好以后啊，这个电池再用个2年是没问题的。手机放了很长时间以后不使用，当我们再使用的时候发现不开机了，给它充电呢也充不上电。遇到这种情况呢，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自己在家也可以轻松修好它。首先操作第一步呢，我们先把手机上这个卡槽给它取下来，然后呢我们需要拆这个后盖。拆后盖的时候先看一下，有一些手机在它这个充电口两侧有螺丝，就需要把螺丝先拆掉。拆掉螺丝之后，然后呢找一个缝隙，这个角的位置给它插进去以后，这一圈给它划一下，就可以把这后盖拆开，一圈划到位。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后盖就可以拆来了。如果像这种手机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两侧呢也没有螺丝，但是它这后边的盖和这个侧面它是分开的。像这种情况我们拆的时候就拆上盖这部分就可以了，就拆这部分。
打开之后呢，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小塑料盖这几条螺丝给它卸下来。这部手机呢是客户啊，因为把屏幕摔坏了，所以呢放了很长时间没有用。当他想维修的时候呢，发现啊也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先给它修好，能正常开机，然后呢再更换屏幕。其实啊，这就是手机的一个通病，长时间不使用呢，很多种情况就出现手机就不开机了，充电也充不上。好，拆掉，然后把上面这个小盖我们给它拆下来。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呢这儿有3个排线插口，我们找到中间的这个小的，这个小的呢是连接电池的，我们先把这个电池给它先断掉。无论是什么品牌的手机，或者是一些数码产品，放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充不上电也不开机的根本原因啊，就是这块电池亏电引起的。现在啊，咱们用网表给它摇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现在它的电压是多少伏。所有品牌手机它的电池插口啊，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我们测量的时候呢，就测两侧比较粗的这2个点。我们看一下，现在它的电压是 3.05 伏，现在呢就是只有3伏的电压了，说明啊这个电池已经饿死了。像这种电池呢，一般啊低于 3.5 伏以后，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给它充电就充不上了。遇到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啊这个电池已经饿死了，我们呢需要给它强制激活一下才能正常使用。需要的激活工具啊很简单，就是需要找一条啊报废的手机充电线，然后呢把小头一部分剪掉扔掉，只留下 USB 接头这一部分。然后呢拆开以后啊，发现这个里面线呢分为4条，我们啊只留2条就行了，只留下黑色和红色。然后像这个绿色和白色我们不需要，这2条传数据的，给它剪掉就行了，不需要用它。然后呢分别把这2条线拨出线头，拨好线头以后呢，给它先这样拧一下，然后呢为了更好操作一点啊，把这2根线上面分别啊需要接个东西啊，接个稍微硬点的细铁丝之类的东西，这样呢在操作的过程中就会更加简单。在这上面拧个铁丝，然后呢另外一条线上也是一样啊，拧个铁丝，只要是硬的小细的东西就可以啊，给它拧上。拧好之后啊，其实呢就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激活工具就制作好了。然后呢在这头啊可以用到一个就是智能手机上用的，一定要智能手机上用的这种充电头，给它插上。插上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给这块电池啊激活修复了。在激活之前呢，首先先看一下电池上面这条排线，每个电池它的排线上面都有标注它的正负极。首先呢先拉大镜头再看一下，我们看这儿也有标注是吧？然后这个左侧这边一个加号，说明它就是正极；右侧呢一个减号，说明它就是负极。它相对应呢就是这个插头这部分，它说明呢就是啊左侧这个角呢，这个角和这个角时间都是一样的，就说明左侧是正极，然后右侧这儿就是负极，这儿有标注，按照这个标注来激活。这个操作步骤呢，首先先把插头给它插在插排上面，然后呢把这2条线分别给它接触在电池这个插座上面，一定要区分好正负极。就这样接好以后，让它先强制充电个30秒或者1分钟。好，现在大概1分钟了，然后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它这个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它的电压能充到 3.5 伏以上，其实呢手机就可以开机，手机呢自带的充电器也能就给它充电了。现在是 3.36， 说明这电压还是有点低，也说明它是可以正常充上电的。我们还需要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给它再强制充电，再充1分钟，再充一会儿。然后啊我们还是用腕表再测量一下，看它的电压现在是多少伏。 3.73， 说明这个电压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池再给它扣上，来测试一下看能不能开机。可以听到震动一声，然后我们看啊手机已经开机了，看来它这个屏幕就是坏了。下一步呢给它换屏幕就可以了。家里的空调以后别再开26度了，以前呢我们都开错了。其实空调最省电的温度并不是26度，以前呢我们都在开26度，感觉26度非常的省电，也非常的凉快。我相信啊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呢
并不是说我们把空调设置成26度，然后呢，它吹出来的风就是26度。其实呢，无论是设置成20度或者是20多度，它吹出来的风温度都是一样的。设置的这个温度呢，是让室内可以达到的一个温度，而并不是说空调吹出来的温度。所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开26度，其实呢，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正确使用空调的方法。第一，空调不要时开时关。有的一些朋友为了省电，把空调打开以后，过1-2个小时，感觉室内的温度下降了，然后呢，他就把空调关了。等一段时间，室内的温度又升高了，然后呢，他又打开。其实这样操作不仅不会省电，反而会更加费电。它的原因呢，就是空调在刚开机的时候，它会以最快的速度来降低室内的温度，从而达到一个我们设定好的室内温度。在这个时间段呢，空调压缩机它会以最大的功率工作，所以我们在刚开机的时候，空调是最费电的。好不容易把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了，我们又把它给关了。等一会儿，室内的温度又升高了，然后呢，又把空调打开了。这个时候，空调的压缩机又会以最大的功率工作。所以呢，这样频繁开关机是最费电的。其实呢，每个空调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我们打开空调以后，调好温度，当室内的温度达到我们设定的温度以后，空调呢，它的压缩机就会自动停机，或者呢是自动来降低压缩机的输出功率，这样呢就可以从而达到一个省电的作用。所以呢，大家以后不要频繁的开关机。第二呢，就是我们进入室内的时候，因为室内温度非常高，我们先把空调把它调到最低的温度，能调多低就把它调到多低。一般最低的温度呢都是16度，这就是最低了。然后呢，我们把空调的出风量给它调到最大。然后呢，遥控器上如果有强劲模式，就把它打开强劲模式。然后把风向设置成让它上下吹风，不要设置左右吹风，这样呢就会快速的降低室内的温度。第三呢，就是我们买空调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上面这个标签，上面有标注的这个耗电等级。它这个级别呢分为1级、2级、3级到5级。1级呢，它就是说明它这个耗电量是最低，然后这个5级呢耗电量是最高。我们尽量要选择1级或者2级的，这样呢是最省电。第四呢是最重要，我们设置空调的时候，最省电的温度呢并不是26度，而是27度。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调到27度，然后再打开睡眠模式。这个时候呢，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适合人体，不冷也不热，非常适合睡眠，所以这样最省电，还特别舒适。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把空调设置到22度，或者是设置更低的温度的时候，这样呢是最不合适的。因为夏天室外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8度、39度，甚至呢温度更高。我们室内的温度如果设置的太低以后呢，这样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相差就特别大，相差10好几度是吧？所以呢，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会感觉室外的温度非常高，感觉非常的不适应。反过来，如果我们从室外进入室内以后，感觉这温度呢就突然降下来了，温差太大，因为外面天气非常热，容易出汗，汗毛孔都是张开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进入室内的时候，就对人体带来很大的危害。所以呢，白天开空调，等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了以后，我们把它调成自动模式就可以了。记得收藏一下视频，方便以后还能观看，这样才是空调正确的使用方法。今天咱们修一个水龙头，它的问题呢就是这一块呢漏水，看到没有，一直滴水。像这种情况呢，有很多种就是维修的时候不需要花1分钱，也不需要换配件就能把它修好。现在咱们来修一下，看一下这个开关呢已经能把它关住了，还是在不停的漏水。首先操作第一步呢，我们找到这个手柄上面的这个塑料白色的盖子，然后呢找个壁纸刀，把这盖子给它撬下来。撬下来以后呢，在这儿有个孔，这个里面呢是有个螺丝的，找个螺丝刀，然后呢把这个顶丝我们把它拧下来。如果找不到这个白色的盖子的一些水龙头呢，一般它这个手柄就是个圆杆的，把这个圆杆拧下来以后，就能找到内部的这个螺丝，把这个顶丝逆时针给它旋转几圈，然后呢把这个手柄就可以转下来了。接下来呢，把这个丝扣给它拧下来，
拧下来之后，然后把水龙头往这转一下。漏水的时候呢，首先啊，咱们先看一下，首先呢，先不要着急更换阀芯，先把这个上面固定阀芯的这个螺丝给它先拧一下。拧它的时候呢，需要找个大扳手，卡住之后，然后就是顺时针拧一下。拧完以后，咱们看一下漏不漏水，没问题了是吧？好像已经不漏水了。像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啊是阀芯松动了。如果还是漏水的情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先把水的总阀门关掉，然后呢，还是用这个扳手把这个螺丝我们先给它拧下来，先把它拆下来。拆下来以后呢，然后这个就是阀芯，把阀芯拿下来。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啊都是阀芯上面的这个密封胶圈密封不严引起的这种情况，或者啊就是时间长了后，这个内部啊污渍比较多，然后在这个孔位周围边缘部分啊就很容易产生比较厚的就是水锈，然后呢这个有水垢之后呢就不会和这个面更好的接触在一起，它就很容易啊就是周围出现漏水。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处理的时候需要找个东西，然后把内部的这个污垢都给它清理一下，水垢把水垢清理一下，把它都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之后，然后呢再把密封胶圈周围这一圈呢也给它清理干净。如果发现这个密封胶圈呢有一点这个稍微有点老化，或者是这个面不太平整的情况下，也可以呢先把这个密封圈给它先把它弄下来。弄下来之后呢，然后把这密封圈反过来把它再装上。另外两个也一样，如果出现类似这个不平整或者稍微有点老化的情况下，手里面也没有这个密封胶圈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先把它拿下来反过来，然后呢这边也清理干净之后，然后呢再把它安装上。安装的时候它是有位置的，看一下这两个点突出的地方对准内部两个凹槽的地方，把它塞到底，然后呢把这个固定阀芯的螺丝帽再给它拧上面。这个一定要把它拧结实，如果不拧结实的情况下，它还会出现漏水。然后呢把其余的配件都安装上，到最后打开开关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位置呢一点水也不漏了。以后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来操作一下。家里的剪刀不管有多钝，其实啊我们用一把刀子30秒钟就可以让它立马变得锋利如新。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你看这个剪刀，我们剪个纸来看一下，你看根本剪不动，是不是剪不开？然后再剪个塑料布看一下啊，你看也是不行的，根本剪不了。我们如果用它来剪些布头、剪些线，那就更剪不了了，没有办法使用。很多人呢都是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磨剪刀，很多人都不会磨，磨完以后啊发现把剪刀给磨报废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刀子就可以了。在处理之前，首先呢我们在家里需要用点牙膏，把这牙膏给它先抹在这个剪子这个上面，因为这个牙膏是有个非常好用的研磨的作用。你看我们把这边给它抹完以后，然后呢这边也抹点，有个特别好用的研磨作用。抹完以后，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刀子，这个我们不要用这个刀口，要用这个刀背，这个刀背这边是非常坚硬的。我们用这个刀背开始磨。磨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剪刀上面是有两个面，这边一个大面，然后这边一个小面。我们仔细啊来看，要磨这个小面，不要去磨这个大面。我们磨这边，然后呢还有一点，磨这剪刀的时候，内侧这面千万不要磨，磨完以后就磨废了。我们磨这边，你看操作非常简单，只需要就这样刮就行，大概刮个40-50下，30-40下。这边刮完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剪刀反过来再来刮这边。这样刮的话比磨剪刀会更加的省事儿，因为这样磨是不会把剪刀给磨废的。我们看就这样给它大概呢刮个40-50下。刮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
把上面这个牙膏给它清理干净。把它擦完了以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还是捡这个纸来看一下。你来看，你听这声音，非常的锋利，非常的快，是不是？听，特别好用，是不是？然后再捡这个特别薄的塑料布，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也能很轻松把它给剪断，是不是？非常的锋利，非常的好用，是吧？所以呢，大家以后再遇到剪刀不锋利的，我们其实用一个就这个刀片，30秒钟就可以让它立马变得锋利如新。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手机充电线坏了以后呢，大家先不要着急把它扔了。其实呢，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作用。今天视频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来分享一下。首先，充电线呢坏的部分呢，一般都是这个小头部分坏掉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只需要用剪刀把这小头这部分给它剪掉。剪掉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先看呀，它这个内部呢是有4条线。我们呢主要就需要用这2条线，就是一个红色和一个黑色，其余的这2条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用的，我们可以用剪刀把它给剪掉。然后呢，我们首先把这个黑色和红色这2条线给它先拨出线头 ，OK， 然后把这个充电线呢我们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再插在电源上面。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手机的激活工具就制作好了。这个工具呢，可以修复家里的这种锂电池。像锂电池呢，使用比较多，长时间使用，有些情况呢，就是它亏电了，或者是电量比较低的情况下是充不了电的。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这个电池呢，它也就饿死了，所以说呢，也是充不上电的。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一只就是充不上电了。我们先看一下。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这个充电器的指示灯是绿色的。我们把这个电池给它放上去看一下，看是不能充电的是吧？正常充电的情况下，它是会变成红颜色。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强制充上电，给它激活一下。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工具了。红色的这个连接电池的正极，黑色的负极连接电池的负极。就这样，大概充个10秒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一般都是可以充电的。如果不能充电，我们就需要呢，接着还需要这样给它再充个10秒钟。大概呢，现在已经充了10秒钟了，咱们看一下这个电池能不能充电。如果不能充电的情况下，还需要接着再我们看一下指示灯变成红色，就说明电池可以正常充电，修复好了。接下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充电线的第2个非常好用的作用，就是呢，我们先看一下。家里边这种常用的电池，看一下这个是纽扣电池，然后这些呢就是一般遥控器上使用的。当这些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呢，如果呢我们没有时间去买，或者是不方便买的情况下，我们呢也是用它可以给这种电池强制充电来作为应急使用，还是很不错的。首先我们就先看一下这种电池吧。没有电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一样这2个就是黑色的是电池的负极。我们把它接在电池负极上面，红色的正极接在电池的正极上面，也是一样就这样大概个10秒钟就可以了。这样给它充完电池以后呢，它就可以接着再用了。作为应急方法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3种好用的方法，就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充电器它是个5伏的电压，然后呢，像家里的一些小的数码产品，或者一些别的产品上面用的这个电源适配器呢。时间长了后很容易坏。我们看下，这也是一个5伏的。当它坏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用它来代替的，方法也是一样首先，我们把这个坏掉的这个东西呢，不要扔，也是一样把这个线呢给它剪断，剪断之后就这个样子的。它的内部呢就2条线，也是一个黑色，一个红色。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条线，黑色接黑色，红色接红色，接好之后。用胶带把它缠起来之后也是完全可以代替这种适配器来使用的。这种我们用这种手机充电头来代替它更耐用，因为我们可以看这种适配器一般最多就是500毫安或者是1安的。像我们智能手机的充电器，一般都是最少是1安，还有一些就是2安的，所以说呢，它更耐用一些。其实呢，手机充电线还有很多的功能，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家里的燃气灶打不着火怎么办？
先不要着急，今天教大家一招，不用花1分钱就能把它给修好。首先看一下这台，我们先打火看一下，打着火以后松手就灭。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燃油道中间有个小火盖，我们首先检查一下小火盖有没有问题，把它先拿下来，看一下上面这些小眼有没有堵住。如果它堵住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打着火以后松手就灭，这是第一种情况。看这个呢是并没有堵住，如果堵住了以后呢，就需要用个铁丝把它给捅开就行了。没有堵住，我们就把它先再放上去。然后呢，出现这种松手就灭的情况呢，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当这个火打着以后，火苗如果烧不到上面的这个感应针以后，然后呢，它也会出现就是保护的状态，然后呢就会直接就会灭掉。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先调整一下中间这个小盖，让小盖上面这个眼呢对准这个感应针，然后再打火测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的情况下，那就说明是这个感应针的问题了。其实呢，也并不是说这个感应针坏掉了，所以呢，我们不用更换，只要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就能修好。这个解决方法呢非常简单，首先呢就是我们找一支笔，然后呢先把里边这个笔芯给它拽掉，我们只留下这一节就可以了。然后呢再需要用到一块砂纸，然后把它剪下来一块。OK， 剪这么多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给它折叠一下，给它卷成一个桶状之后，然后呢，把它塞在这支笔里面，笔筒里面，塞里面，塞得挺紧。然后呢，多余这一部分呢就不用它了，可以把它剪掉。OK， 我们看一下，现在弄成这样就可以了。用它就可以来修复这个感应针了。把这个插上去以后，旋转几下，先把这个小盖拿掉，然后呢放进去，就这样一直来回的旋转，给它多来几下，大概来个5、60下。经过这样处理好以后，这个感应针呢就可以修复了。所以说出现这种问题呢，并不是说感应针坏掉了，我们并不需要更换感应针，可以多来几下。弄得越干净，这个到时候就越好用。处理完以后，咱们看一下，非常的亮，是吧？然后呢，把这个小盖再放上，打火来试一下，看一下，松手也没有问题了，是吧？轻轻松松就修好了。不懂的朋友记得收藏一下视频，以防备用。今天才知道，原来钥匙断到锁芯里边了，不需要专业工具，只需要呢用一个报废的笔，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取出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不需要用专业工具啊。首先我们看，像这个钥匙呢断到锁芯里边后呢，你看根本一点头也不漏，是凹进去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想要用个针啊，或者是用个剪刀或者镊子把它给弄出来的时候呢，你看根本也夹不住，往外拨也拨不出来，非常的费力。如果去找个维修师傅呢，给你开锁也非常麻烦啊，但是呢，这个维修下来可能也需要几百块钱，非常的不划算。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啊，就非常简单了，只需要呢找一支报废的笔就可以了。我们看家里啊，像这种报废的笔一般都有，是吧？随便呢找一支就可以。我们可以拿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其实呢，我们首先操作的时候啊，先把这个笔找一个笔头这个地方，然后呢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先。我们来看，先把它给点着。我们来看啊，这样一直烤，这样烤着了以后，然后呢，让它先燃烧一会儿。我们看已经燃烧了，是吧？先燃烧一会儿，然后呢，把它按到这个锁芯上面，就这样按上以后呢，让它先冷却一会儿。冷却之后，我们就可以松手了。我们看，现在你看可以松手了吧？它也不掉。用这个方法的原理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断掉的钥匙这边啊，你看这个钥匙断掉这个截面这边呢，它是凹凸不平的，你看是不平的。然后呢，通过打火机把这个笔啊给它烤一下，烤融化了以后呢，它就可以粘到这个钥匙它这个坏掉这个截面这边了。
然后呢，等它完全冷却了以后，我们看完全冷却后，我们一拔就可以把这个断电的钥匙给它拔下来。我们来看，已经冷却了，我们往外迅速的拔出来，你看怎么样呢？现在就可以拔下来了，是不是非常的容易？是不是？你看，而且它粘的也非常的牢固，怎么样呢？这个就是快速取下来断掉钥匙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啊！无论是这种抽屉的锁，还是家里的门锁，还是挂锁，都可以用这方法快速的取下来里边断掉的钥匙啊！这方法非常的实用。当我们家里边的电子产品在放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就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把电池简单的给它修复一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修复方法也非常简单，也并不需要专业工具。现在这个电话手表，它的问题就是充不上电了，而且也不能开机。我们现在就把它来强制给电池修复一下。我们看一下电池上面这个标称电压3.7伏，它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当内部电量低于3.7伏的时候，这个电话手表就不开机了。现在它的情况是给它充电也充不了，像这种情况，它的电压肯定是低于3.5伏以下了。我们用腕表来测量一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情况。我们看现在的电压是3.1伏，它明显低于3.5伏了。这种情况用相充肯定是充不了电的。电池的激活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在家里边拿出来智能手机的充电头，然后我们再找一条旧的手机充电线，我们把它剪断，然后留这个 U 口这一端，我们拨出线头，把两边的铜线给拨出来，然后把这个插在 U 头的上面，把它通上电。这儿我们这个数据线这儿我们留出来两条，一个黑色和红色，它这儿是输出15伏的电压。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电池正负极我们给它先拨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是正极，黑色是负极，它是连接在这个主板上面的。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这样正对正，负对负，给它强制充电。充个5-6秒钟之后，我们先断开一下。不要长时间给它充电，因为这个电压比它稍高一点，因为这个是5伏的。我们接着再充，然后再断开，一直这样循环充。好，现在这个电池我们看一下，它的容量比较小，我给它强制充电，充了大约有半分钟。现在呢，我们如果有腕表的朋友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现在多少伏。如果没有腕表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给它开机试一下，或者是给它直接充电试一下，看它激活了没有。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手表已经可以开机了，看到没有？这个电量是2格电，这是蓄电，我们还得需要给它充电才可以。我们插上充电器，看一下能不能充电，也是可以充电的。我们看一下，这儿已经变动了。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修一块广告屏，就是这一块 LED 广告屏，它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到没有，这一部分不显示了，没有任何反应，就是前面这儿都显示正常。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这个电源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屏拆开来检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问题。然后拆这个屏的带源板也非常好拆，我们只要拿个这个稍微扁一点的撬棒，插在这个缝隙里面，然后这样一撬就出来了。这个带源板后边是，我们看一下，它是有这个吸铁石，它是吸在后边这个上面的。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块就是集中电源，它这个电源是5伏的。这一个电源现在它一般都是连接的，我们看啊，这是竖着是4块板，它连接是3排，这个是带动了是12块这个 LED 的带源板。现在我们用腕表测量一下，看这个输入端有没有220的电。我们看一下，输入是有239伏，输入电是有的。然后我们测量一下这个输出，看有没有电。我们看这个输出，它的电压是明显特别低啊，正常这个输出是5伏电压才对，现在是1.7多伏，这电压明显是不对的。现在可以确定是这个电源坏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在前边应该还有2个电源，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应该也是坏了。这一块电源我们也拆出来了，用腕表测量一下，看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我们看下这个电压，它是0.68伏，这个输入电压更低，它这个也是电源坏了。
这个广告屏它有4块板的高度，我们看一下啊，是1、2、3、4块板的高度。假如这个屏啊有1块板，这个假如一长排出现显示不正常，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显示屏上面这个排线的问题，就这个排线的问题。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整个上下都不显示，这种问题啊，大部分都是电源的问题。我们只要把这个坏的电源换上，一般都能修好。这个屏上面一共是3块电源都坏掉了，然后我来的时候只带了2块，现在我把这2块给它换上去，来试一下，看这儿能不能显示正常。现在这2个新的电源是5伏40安的，这1块电源可以带动12块单元板。更换电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电源的最左侧 L 和 N 是220的输入电，然后这边就是输出电，输出5伏的电压，一定要把这个正负极给接对。好了，现在这个屏已经没问题了，就差最后一个电源了，到时候把这个电源再换上去就 OK 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电路板上面的这个绿色的小元件，从它这个外观还有这个上面这个侧环，大家可能认为它是一个4环电阻，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电阻。我们看一下主板上面的标注，它这儿写的是 L 就证明它是一个电感。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个电阻啊，它的标注字母是 R。然后从外观我们看一下啊，它要比这个电阻它要粗的很多。外观粗的原因啊，是因为它这个电感上面是缠绕的很多这个气泡线，所以说它的外观比较粗。这种4环电感现在用的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再看一下这块板子上面也有一个，看一下是吧？然后这个4环电感它也是分大小的，它的大小也就是类似于跟这个4环电阻是一样的。我们看上面都有这个色环，它是通过色环来计算它的大小。4环电感它这个4环啊都是4个环，4道环，它不像这个4环电阻有4环、5环、6环，分好几种，它只有这一种4环。然后这个读取方式和这个顺序啊，和4环电阻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末端啊，最后一端它是银或者是金，它这个就最后这个它是代表是误差。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读取方法，就是先从这边开始读取，它是棕黑红银。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阻值是多大的。我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小工具，我们把它先点开，我们打开这个4环电感识别这个软件，然后是棕黑红银是吧？我们想一下，第一个是棕黑，然后红，最后是银。点完之后我们点一下这个计算，它这个大小是1毫亨的，然后误差是10%。知道电感的大小以后啊，我们在更换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还有就是这个4环电感判断它好坏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都知道这是电感是吧？电感呢，我们就用王阳表的2级高档来测量它两端，看它导通不导通。如果不导通，就可以判断为这个电感已经损坏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移动 DVD 它不读碟，我们具体需要怎么维修。我们看一下这台它就是不读碟子了。我们看这儿显示无碟，这个里面其实是有光盘的，它读不出来了。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就是第一个方法就是先把这个磁头我们给它擦拭一下。我们用个棉签，然后蘸点酒精，给这个激光头上面给它擦一下，擦干净以后，然后我们再放上光盘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读碟。如果还是不能读碟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更换这个总成了。我这一台是擦完之后是没有作用的，还是不读碟。我们现在就给它换一个磁头。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它内部很简单，这个是磁头总成，上面是有电机的，然后是有2条线，一条是电源线，一条是排线。我们先把这2条线拽开，然后再把这个排线给拽开。我们把这个总成一块换了就可以了。这个上面我们看一下啊，这儿是一个磁头，然后这儿是个电机，然后这个也是个小电机，它上面一共是2个，这一个是新的。我们把这个纸片给它拿掉。我们现在看一下，这2个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在更换磁头的时候啊，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型号。我这个是120V，如果型号不一样的情况下，它是不能通用的。这个磁头总成安装也非常省事儿。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上面是有3个胶皮支架，是吧？然后对应这个壳子上面这3个位置，我们把它放上去就行了，它直接卡上就行。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磁头的排线给它插上去。插好以后，我们就接另外这2条线，这2条线也是一样，插到插头上就可以了。好了，现在这个总成已经安装好了。这个总成啊，时间买个也非常便宜，在我们更换的时候也不需要专业工具，只需要用个螺丝刀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把壳扣起来，来试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光盘它放进去，我们看一下，已经读出来了啊，画面已经有了。其实维修很简单啊，朋友们，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手机电池鼓包是挺危险的啊，我们看一下这块电池鼓得非常严重，看一下都成这样了，比较吓人是吧？它鼓包的原因分为2种，一种啊是根据它的工作环境，另外一种啊就是它的质量有问题。我们先说一下第一种情况，它如果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下面使用，它就会出现鼓包，而且啊是鼓的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智能手机，在长时间玩游戏或者是看视频的情况下，它这个 CPU 它就会发热，然后这个电池它在往外放电，在放电的过程中，它这个内部也是有温度的。然后这个手机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电池是在这个环境上面工作，温度越高，对电池的伤害越大。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给手机在充着电，就是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这样的话它这个内部温度会更高，温度越高对这个电池损害越大，就是温度过高以后啊，这个电池它就会慢慢的出现这种情况，就鼓包了，越鼓越严重。建议大家的手机啊，如果在玩的时候，如果 CPU 温度不特别高的情况下，可以一边充电一边玩。如果手机温度高，它特别烫手，像这种情况最好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这样的话很容易出现这个电池损坏。第二种情况就是手机电池本身的原因。我们看一下这块电池，从外观上新手应该看不出来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电池，实际上这是一块山寨的电池。我们拿一个正品的来对比一下，我们看这个正品的上面这个字体啊，印刷的是比较清晰，而这个比较模糊。我们看一下所有这些字体都是一样啊，这个比较模糊。然后它这个山寨的它是肯定没有质量保证的。我们在更换电池的时候一定要更换品牌的，不要更换这样的电池，只有是品牌的电池才有保障。朋友们大家好，像我们家里边的电器它可以正常通电，然后就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其实啊这个故障维修也比较简单，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给它先拆开，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它采用的是薄膜按键，然后这个是个控制板，这个薄膜按键我们看一下它非常薄，一个薄塑料片，然后连接着一个排线。在电器维修过程中，实际上这个别管它上面是触点按键还是这种薄膜按键，其实啊这个按键如果不管用失灵的情况，这个按键坏的是非常多的。这种薄膜按键其实它的好坏判断方法也非常简单，没有腕表也能快速的判断出是不是它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按键，电源键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把它反过来是在这个位置。我们顺着这个按键上面是有2条线，我们看一下这2条线，这2条线第一条它是连接在这个最右边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它是连接在右边第2条。我们判断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就是给它先通上电，然后啊把这个一角，就是第1条和第2条给它用镊子给它短接一下，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任何反应。如果有反应的话，就证明是这个按键坏了。通上电以后，我们给它短接一下，看看这个能不能开机。我们看一下能正常开机。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薄膜按键坏了。这个找到问题非常简单，我们只要买一个这个薄膜按键给它换上就修好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自己动手改造一下万用表笔。
我们看一下自带的这个万用表笔，它不是特尖的。我本来想从网上买个特尖的，后边考虑啊，它这个硬度也不够，用一段时间很容易折掉。所以说我们自己给它改造一下。如果不改造的话，我们看一下测量这个电磁炉主板，我们都知道它这个外边有一层氢气，在我们测量的时候，它刺不透这个氢气，它就没有办法测量。还有我们在测量这种精密主板的时候，也是像这些，看一下这些都是排组，它个头比较小，因为这个尖比较钝，然后也比较粗，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啊就没有办法测量。看这个表笔这个尖啊这么粗，和这个原件还要大，我们在测量这个角位的时候啊就没有测量的这么准确。为了让这个表笔更好用一点啊，我们就是在家里边找2个缝衣服的针，我们看一下，我这个就是缝衣服的针，给它剪断了一截，然后留前面这个带尖的这一部分，我们给它绑在这个万用表笔这个尖上面。然后我们找一个废的电线，我们把这个外皮给它剥掉，剥掉以后啊，我们用这个细的铜丝给它缠上面。我们先把这个铜线给剥出来，剥好铜线以后，我们抽出来几根，用这个铜线给它都缠绕在上面。绑好一个后，我们再把另外一个也绑上。我们看一下，现在2个已经都绑好了。绑好之后啊，我们用烙铁给它在这儿都给它焊一下，给它镀点焊锡，焊一下，然后就结实了，要不然的话这个针还会掉的。我们看一下，这2个已经都焊好了，然后我们给它套个热缩管，这样的话就稍微美观一点了。做好以后啊，我们在测量小元件的时候就能量的比较准确一点了，包括这个电磁炉主板也是一样，就可以直接刺透这个氢气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联想的台式机电脑，它这个问题是不能开机。我们先开机看一下啊，这个开机以后，这个风扇都是可以正常转动的，就是这个显示屏它是黑屏无信号。像这种情况都是电脑的问题，我们给这个电脑啊，先内存条、显卡已经都擦过了，它还是老样子。包括这个主板，我们也给它放了静电了，它还是老样子，点不亮屏幕。现在就可以确定它这个问题是这块主板的问题，我们要简单的修一下这块主板。这款电脑它采用的是外置电源，我们看一下，然后它的型号是 H515。这款电脑它不开机，然后黑屏，像这种情况都是这块主板它有个通病，就是这个电脑型号有个通病，它就是这个在这个散热片下面有个电容坏了，我们需要把这个电容给它拆掉。拆电容之前，我们首先要把这个 CPU 这个风扇和散热片给它拆下来，上面的灰尘挺多，我们先简单的给它先处理一下。就是这 CPU 上这个贴片电容它有问题了，我们用这个镊子把这个电容给它撬下来就行了。这个电容也不需要用万用表测量，因为这是通病，修的也比较多了。我们把它给抠下来，好，抠下来了。我们拉近距离再看一下这个电容，就这个已经让我给它抠下来了。现在我们再通上电试一下，应该这个电脑就能修好。我们先给它抹点导热硅胶，我们先点开机键，然后看一下这个屏幕。现在这个是橙色变成绿色了，已经有信号了。我们看联想的 logo 已经出来了，正在启动中，这个电脑就修好了。问题非常简单。大家如果遇到和这个型号是一样的电脑的话，不开机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来操作一下。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前一段时间我发布了几个手机更换屏幕的视频，今天啊
又来了一个客户，他是给这个华为手机更换屏幕。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已经都摔烂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咱们不分享这个手机更换屏幕的技巧了。今天咱们分享一下手机屏幕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给它换个总成，什么情况下给它换一个外边的玻璃盖板。前一段时间因为更换手机屏幕，它那个是内屏显示不正常了，所以我给它换了的是这个总成，就是里屏和外屏是一块换掉了。有一些网友他在下边私信或者在下边评论，他说你直接换个外边的盖板就可以了。他可能是没有仔细看我的视频。然后这个换盖板前提啊是这个显示正常才可以。我前一段时间发的那个视频啊，这个屏幕啊上面半部分已经不显示了。像那种情况就只能更换总成，你换这个盖板是不起作用的。外边这个玻璃盖板啊，它就相当于就是一个钢化玻璃，它这个显示这个部分显示屏它是在下面，它是两层的，一层显示，一层外边这个触摸屏，就是外边这个盖板。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手机啊，这个手机看一下这个显示正常，看它的外观，它坏的再厉害，它也是外边这层玻璃盖板坏掉了，它显示是正常的。我们看一下，看显示正常。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外边这个玻璃盖板。如果这个屏坏的再严重一点以后啊，如果或者是显示不正常，像这种情况就只能换总成了。就这个总成，我们看一下这个总成啊，它是分两层的，外边这一层它是透明的，是一个钢化玻璃，然后里边这一层带排线的，这个是个显示屏，它是两层，是贴合在一起的。希望大家通过我这个视频以后啊，大家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屏幕换外边盖板的情况下是肯定要便宜的啊。如果里外全换掉，这个总成换掉啊，价格肯定是贵的。然后这个换掉这个屏啊，这个新屏也不如我们这个原代这个屏幕，它这个颜色好，包括它这个触摸这个灵敏度也是好的。俗话说就是说这个原厂屏是最好的屏。希望通过这个视频以后啊，大家手机以后在维修的时候，就可以减少被黑了啊。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个电源板，它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我们先通上电来看一下，通上电以后，这个上面指示灯都不亮，没有任何反应。我们看一下电源输出这儿有一个电容，这个滤波电容我们看一下这是多少的，这是16伏220微发的。我们反过来看一下电容这个负极，它是连接在这个插座第2音角，这儿就是个 D， 这儿是负极。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正极，它是连接在第1个角。现在我们再给它通上电，用腕表来测量一下，看它这个上面有没有电压。我们还是先通上电，然后测量一下这2个角。这儿电压是 2.86， 这个电压是明显偏低。一般的按正常的来说啊，这个控制板一般最少需要5伏的电才正常，这个是连3伏都不到，这电压明显是太低了。我们先把这个电断掉，把这个插头先拔开，我们然后再测量一下，看这个电压正常了没有。如果拔开以后电压正常了，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一部分，它这儿应该是有短路的。现在我们再通上电，现在电压是 5.12， 电压正常了。那它这个问题啊就出现在这一部分，是这个上面是有严重短路的元件。我们看一下这个控制板背面，然后这个1角和2角，1角是5伏的供电，2角是地线。我们顺着5伏供电，然后查找一下这些元器件。我们看连接的这儿是一个贴片电容，然后在这边它还连接了一个红外接收头，这儿还有一个3环电阻。我们就挨着个拆，我们先拆这一个，如果拆完它之后，我们再通上电测试，如果5伏正常了，就证明是它短路了。现在我把该拆的元件都拆下来了，看一下这个拆下来了，然后这个电阻也断开一个引脚，这个电阻也断开一个引脚，这个贴片电容我也把它拆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通上电以后啊，还是有短路的地方，看通上电以后还是不行。现在我就怀疑啊，应该是这个芯片内部短路了。现在我把这个芯片给它摘下来，再试一下。
我们再给它通上电，来测量一下，看这个5伏正常了没有。我们看这个电压正常了，现在是5.11伏。它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芯片内部短路引起的。这个芯片是不能单独更换的，因为啊，这个芯片里面是有程序的。今天这个视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我们在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如果这个电压输出偏低，这是最简单好用的方法。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个电动车的充电器，它的问题啊是通上电以后，这个指示灯是亮的，它就是这边没有电压输出。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它是一个大功率的，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它内部，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充电器它指示灯亮，它这个前半部分就证明它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主要就是检查这个输出线这一端，看有什么元件烧坏了。我们首先看到啊，这儿有个烧糊的痕迹，主板上有个标注是 F2，F2 这个 F 啊，它在主板上面它就是一个保险，这儿是一个输出保险，这个输出保险已经烧没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主板背面，背面是没有元器件的这个。输出端保险炸没后，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口控硅，看它有没有烧坏，有没有击穿。用王阳表的2极管档，我们测量一下，这口控硅是没问题的，它不坏。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旁边这些元件一般都不会烧坏。我们看一下主板上这2条线，一个是蓝色，一个红色。这个红色是经过这个保险的。我们先通上电。然后红标笔可以接在这个蓝色的线上面，然后另外一个标笔我们接在口控硅上面，看有电压输出，这是70伏，一样，这有电压输出，有电压输出，它就证明这个别的元件确实不坏，它的问题啊就出现在这个保险上面，我们给它更换个保险就可以了。一般情况后级有严重短路的地方，它才会炸保险。这个客户他说是他嫌这条线太短，他自己从中间剪断，然后想延长一下这个线。他在延长以后啊，这个正负极他应该是他说他接反了，然后给电车在充电的时候啊，就听到里边啪的一声，这个保险就炸坏了。现在这个保险已经没有了，我们也不知道它这个是多大的保险。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外壳，这个外壳上面写的是直流输出，它的电流是7.8安，我们可以用个10安的保险是没问题的。我们现在把这个保险给它装上，这问题也太简单了，就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怎样给人家客户收费。保险换上去后啊，我们测量这边它是没有电压输出的，因为这个充电器它是0电压输出的。我们现在看一下，是没有电压输出的，因为它是不加负载，是没有输出。所以我们在测量，刚才我们测量的是这个蓝色的线，我们现在再可以测试一下，量一下这条红色的线。我们还是测量这个口控硅这边，我们看啊，这是68.8，这就可以判断为这个充电器修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美的的电磁炉，它的问题啊就是客户在使用的时候听到里边啪的一声，然后就不通电，没有任何反应了。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拆开以后，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保险。我们看一下，这个保险内部已经都烧坏了，它这个啪的一声就是这个保险出的声音。保险烧坏以后啊，我们不要直接更换它，我们首先还要检查一下这个 IGBT， 这个 IGBT 肯定是坏了，它坏了以后才会别保险。我们先测量一下这个 IGBT 坏不坏。我们用王阳表的2极管档来测量一下这个 IGBT， 这个 IGBT 已经烧坏击穿了。像这种情况，它烧坏以后，有一些情况是这个整流桥它也跟着一块烧坏，有的它不烧坏。我们先把这个 IGBT 拆下来，然后接着再检查一下这个18伏稳压管，然后还有背面的这个，它采用的是贴片式的3极管对管，这个是 S8050，一个是 S8550，我们把这些都需要检查一下。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整流桥，看这个整流桥也击穿了，它也坏了。然后在这个 IGBT 这一级
连接的这儿有个粉红色的玻璃管，这是一个18伏的温压管。我们测量一下它，看有没有击穿。它已经击穿，烧坏了。这台电磁炉烧保险炸 IGBT， 它这个根本原因就是18伏温压管击穿短路引起的。在我们维修的时候，如果想彻底解决根本问题啊，我们还需要把后边这两个贴片的 S8050和8550对管一块给它换掉，因为这两个出现问题后，它也会出现就是烧 IGBT 炸保险。它们两个一般测量是有时候啊，它这个是软坏，就是软故障，用完表是测量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测量它们了，直接把这些坏的元件换上，就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个烧保险的问题。连接这个18伏温压管的这两个贴片3极管，就是 S8050和 S8550的对管。好，现在已经把保险、整流桥、IGBT、18伏温压管，还有背面的这个对管也都换掉了。这是刚才换下来的6个坏的元件。大家在维修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保险炸成这样了，首先检查这3个元件。3个元件我们换完以后，再把这2个对管给它换掉。这样的话就能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修好以后啊，这电磁炉再用2年是没问题的。现在我们把电磁炉装起来，然后烧点水试一下，看看修好了没有。我们开机来试一下。没问题了，看下水已经烧开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格兰仕的微波炉，客户说是不能正常加热了。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来测试一下。听着它可以启动，然后里边这个灯光它也是有的。不过我们听这个声音啊，没有那种沉闷的感觉，感觉是跟没有加负载一样，特别的轻，它里边转的。像这种情况，一般的它都是不会加热的。等下我们看一下它里边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热。好，到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里边是凉的，一点热气没有。它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加热。拆开后，我们看一下它内部啊，这边是高压部分。这个微波炉在工作的时候啊，没有那种沉闷的感觉，一般的都是这个磁控管它是没有工作引起的这种情况，它肯定是不会加热的。然后我们检查的时候啊，这边这个220的电进到了高压变压器里面，一般的它是都会有电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先简单后复杂的来检查。我们首先检查这个高压保险，我们看它坏不坏。用手如果不好抠的话，我们找个撬棒，这样的话更容易撬开。撬开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保险管。我们看一下这保险管内部啊，这个保险丝已经断了，已经剩半截了。然后我们给它换个保险，这是一个5000伏0.9安的高压保险，我们把这个给它换上，直接插上就行，也非常简单。这个把这个盒再给它扣上。换好以后，我们就试一下机，看它能不能加热。如果不能加热，我们再检查一下这个磁控管。一般的有一些情况就是这个磁控管坏了以后，它就会把这个保险给烧坏。检查磁控管，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的2极光档，我们测量一下这2个角它对外壳有没有短路。我们看下这个已经短路了，这个我们把这个磁控管再给它换掉，这个微波炉应该就能修好了。拆下来以后，我们再测量一下，看还是短路的状态。它这个问题一般的都是这个插头对地短路引起的。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们可以换一个插头，就可以把它给修好。如果不想修的话，换一个磁控管也是可以的。这一个是新的磁控管，我已经安装上去了。现在这个是坏的，我们给它通上电来测试一下。测试的话，我们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铁皮这个外壳给它装上，然后再开机测试。不然的话，它里边出来是有辐射的，对我们身体会有伤害。我们现在开机，听一下这个声音，明显的就发沉了，嗡嗡的感觉。好，到时间我们看一下，
已经热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热气，是吧？挺烫手的。好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家里边的电脑放一段时间之后，等我们再用的时候啊，它就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不开机以后啊，大家先不要着急去维修店。今天我给大家分享4种最简单好用的维修方法。假如这个电脑我们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线。如果电源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这个开关的问题。因为这个开关放置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内部接触不良，它就会出现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怎么能确定开关是不是有问题？我们首先要找到主板上这两条线。这个线我们先给它拔开，看一下上面有字母啊。我们看一下，这上面字母写着 PUW12，这就是开机键上面的插头。我们把这个插头拽下来，然后用个镊子，我们看一下啊，我是从这边拽下来的，然后用镊子给它短接一下。没有镊子的话，可以用个铁的东西也是可以的。我们短接一下这2条线，如果一短接，这个风扇可以转了，能启动了，就证明确实是这个开关坏了。如果短接以后还没有任何反应，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主板问题或者是电源的问题。短接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就需要检查这个电源。我们把电源上面这个插头拽下来，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些线，这些线上面是有绿色、黑色，是吧？我们可以找个铁丝或者是这个镊子都是可以的啊。把这个黑线和绿线我们可以给它短接一下。如果短接一下之后短接住，大家记住这儿是不电人的，没有电，这就是启动线，这儿给它短接上去以后，如果这个风扇转了，就证明这个电源它是不坏的。如果电脑开机以后啊，风扇转都正常，就是显示屏黑屏，显示无信号，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啊要看一下这个键盘，看键盘上面这个这边这个指示灯亮不亮。如果指示灯亮，就证明这个电脑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它已经开机了。开机没有信号，我们首先要检查这个电脑连接显示屏的这条 VGA 线。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出现在这条线上面。我们把这条线给它拽下来，然后再从插上试一下。还有显示器这边也是一样，给它从插拔试一下。如果开机黑屏，然后这个指示灯也不亮，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把它先断电。断电以后，我们把这个内存条给它擦一下。这个内存条时间长以后，金手指氧化，它就会不开机。我们把这个内存条拿来以后，用 A4 纸或者是用橡皮都是可以的，把这个2面都给它擦一下，要使劲擦，把这个氧化层都给它擦掉。擦完之后，我们再把它装上去。如果有2条的话，把这2条都擦一下。一定要把内存条按到底，然后我们再通上电来测试一下。内存条氧化出现不开机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擦完之后，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需要看一下主板上面，这有个纽扣电池，我们需要把这个纽扣电池给它拿下来。第4种方法就是把电池拿下来，拿来之后啊，我们把这个电源线去掉之后啊，我们按几下这个开机键，给这个主板放下静电。按完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个纽扣电池装上。装上之后，我们通上电来试一下。电脑不开机，大部分都没有真正的坏，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只要是按照我的方法，一般都能修好80%的电脑。如果方法都用完以后还是不能开机，那就是肯定有问题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把它拿到维修店去维修。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网购的2个 LED 灯泡已经到货了。这个2个灯泡也非常小，这是2块钱2个，就相当于是1块钱1个，包邮的。我们看它这个功率也比较小，这是一个5瓦的。我们先把它拆开，看一下灯泡的外观。这个外观做工看着还是可以的。这是普通的27灯口。商家介绍这个灯泡啊，它的最主要啊就是无频闪。我们看它介绍说是这儿是采用的是恒流驱动电源，不是这种最普通的最便宜的那种阻容加压的。然后它这儿写的你看没，无频闪更护眼，它就是没有频闪，然后对眼睛才会有好处。这个东西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我们给它通上电点亮，然后通过手机的照相机来观看一下，看它到底有没有频闪。
把灯泡点亮以后，我们肉眼看着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先拿出来手机，然后打开手机的摄像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灯泡，看它闪不闪。现在看着它是并没有闪烁，看着没有那种闪的感觉。刚才测试以后，我们看一下它确实没有频闪。像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确定它内部采用的就是恒流驱动电源。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它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源。这个拆感觉还挺费劲，这一圈都是胶水，直接都是粘住的。我们把这一圈都给它捏一下。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内部做工还是可以的。它里边采用的确实是恒流驱动电源。这是一个整流桥，然后这是滤波电容，这个是恒流驱动电源管理芯片，然后这一个贴片电阻，这是个电感，然后这儿还有一个贴片电容，一个贴片电阻，然后这5个黄色的是 LED 的小灯珠。这个做工1块钱包邮，本人感觉还是可以的。朋友们如果有不同看法的，可以在下边留言，一起讨论一下。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上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了家里边安装多台路由器来增强家里边这个 WiFi 信号的覆盖。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安装多台路由器以后啊，我们首先要给路由器设置一下这个 IP 地址。IP 地址如果不给它设定好的情况下，它会出现 IP 地址冲突。一旦冲突以后啊，这些网络所有都上不去网了。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路由器的 IP 地址。我们看一下，这是个光猫，这个光猫呢，它是自带路由器功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反面，上面是有一个 IP 地址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光猫后面，上面写着是默认配置地址，这儿是192.168.1.1，这就是它的默认 IP 地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TP 这个路由器的 IP 地址，它这个现在出的这些产品后边是没有这个 IP 地址了，不过它是有这个管理页面。我们如果用手机连上它的话，也能看出它的 IP 地址。像它的 IP 地址也是192.168.1.1，它的 IP 地址和这个光猫上面这个路由器这个 IP 地址是一样的。它们2个路由器 IP 地址一样的情况，它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会出现 IP 地址冲突。它一旦冲突以后啊，就上不去网了，就包括这个2个路由器、3个路由器，这些所有网络都上不去了。要想这个网络更加稳定，我们就给它更改一下 IP 地址，让它们这个地址啊不在一个网段就可以了。设置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拿出来手机，然后打开这个 WiFi 连接这一块，我们连接上这个路由器。连接好以后啊，我们打开手机的浏览器，在浏览器输入网址这个地方，我们输上路由器的管理页面这个网址。输上去以后，我们点一下搜索，到这以后我们点一下这个网页版就行了。进去后，我们输上路由器的管理密码，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路由器设置，在这儿我们选一下这个烂口设置，点一下，然后往这边滑动，我们看一下这个 IP 地址，默认是192.168.1.1，我们把它更改一下，我们给它更改成.2.1都可以的，.2.1，只要是和前面那个网段不一样就行了，主要是中间这个数字2这儿，可以3、4、5、6都是可以的。我们选个.2，然后在这点一下确定，开始配置 IP。设置好以后，我们再进到这个手机这个 WiFi 页面里面，我们点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 IP 地址已经更改了没有？已经变好了啊，现在已经变成.2.1了。这个光猫自带的路由器它是.1.1，这个路由器我们改成2号段了，是.2.1，然后我们第3个路由器可以给它改成.3.1或者是.5.1，只要和它们不一样就可以了。设置好 IP 以后啊，这个就不会出现 IP 地址冲突而上不去网了。这样的话，家里边的网络更加的稳定。多台路由器的连接方法它有2种，上个视频我已经给大家分享过了，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翻找观看一下。今天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家里边1台路由器有可能啊实现不了整个家庭的 WiFi 覆盖，有些地方信号强，有些地方信号弱，信号弱的地方有可能就上不去网。像这种情况，我的解决方法也比较简单，我们可以找一个旧掉的路由器，这个路由器就是我前2年更换下来的旧路由器，我们先不要把它扔掉，把它扔掉也有点可惜，我们可以再利用一下，用它来
增强我们家里边的 WiFi 信号。解决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把这个路由器给它连接到网络上面就行了。今天我给大家分享2种它的连接方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光猫，我们这个光猫后边有好几个网口，这一个是千兆网口，千兆网口啊，我们就是连接这台新的路由器，这是一台主路由器，因为这个千兆网口它的网速比较快的。我们这个旧路由器这条网线可以插在这个区域的这个100兆网口上面，可以连接到这儿。然后路由器这边这条网线我们插在路由器这个万口上面，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万口，另外是4个烂口，我们要插在万口上面，这个上面都有标注的。我们连接好以后啊，用手机给它设置一下就可以正常上网了。关于它的设置方法，我前2个视频上面有详细操作步骤，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设置好以后，路由器就可以上网了，它就可以往外发射无线信号。我们把这个路由器放在我们家里边信号最弱的地方就可以了。这个路由器，然后还有一种连接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网线给它拽开，这个路由器啊也可以连接在这个主路由器的烂口上面，也是可以的。我们连接到这儿也是可以的，把它们都串联起来也行。串联好以后，我们还是老方法，把路由器再给它设置一下。设置好以后，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上网。如果还不能上网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把这个网线从这个万口上面拽下来，我们插在这4个烂口上面，随便插就行了。插在这个烂口上面，然后就可以正常上网了。虽然现在可以上网了，不过要想这个网络更加稳定一点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路由器都是有 IP 地址的，我们还要给这个路由器更改一下 IP 地址。如果不更改的话，他们有时候这个 IP 地址它如果冲突以后啊，就会出现我们家里边的所有网络它都上不去网。更改 IP 地址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用手机就可以操作。下个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方法。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再聊一会儿这些主板上面的一些电子元件。这是一个电脑主板，我们今天聊一下这个小元件，就是这个，它的外观有8个角，跟那个芯片差不多，实际上它不是什么芯片，它是一个电阻，这种是叫做排阻。说白了，它这一个电阻就相当于是4个电阻。像这种多层的主板上面一般才会用这种，像电源板啦或者是一些东西啊，它不会用这种排阻，它会用这种单个的小电阻。这个排阻一般都会用在这种电脑主板这些上面用。它这个主板是有好几层，你们见上面的元器件比较多嘛，它这个是节省空间，占的空间比较小。这一个排阻相当于4个这个普通的电阻，你看到没有？上面有4个角，下面4个角，然后上面这个角和下边这个角相对应的，这是一个电阻，然后这个2角和下边2角，这个是第2个电阻，然后以此类推，它一共是4个。如果我们在检查的时候用腕表测量，和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包括它的读的数值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822后边2个0，这就是个8.2K 的贴片电阻。它的测量方法和这个是一样的。测量的时候，如果发现哪一组有问题了，直接把这个整个的全部给它换掉，因为它这是一个整体。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子上面，这边有好几个排阻，然后这一块这好几个全部都是，这也是排阻。排阻一般最常用的就是在这种多层板子上面。别看这个电脑板薄薄的一层，实际上它这里面有好几层线路，它每层都有丝印。好了，朋友们，排阻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个苹果的平板电脑，它的问题啊是进不到主页面了。我们看一下，一直是黑屏，然后这儿个小白点它一直是常亮，它也不黑。我们点一下这个小白点，它也能点出来，进不去主页面。我们点一下这个中间这个 Home 键，看没有任何反应。当我们长按的时候，它会亮一下，我们看一下，会闪一下，是吧？闪一下主页面。单独轻轻按的话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这问题就是系统坏了。我们点这个小白点，它也是进不去主屏幕的。我们点一下，看没有任何反应。
这些也都是一样，进不到主页面。我们再按下这个开机键，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先给它强制重启一下。如果强制重启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给它刷机。强制重启的话，我们就是这个 Home 键和开机键要同时给它按住，要长按，一直不能松手，让这个电脑重启。到这以后，我们松开手就可以了。好，现在已经开机了。我们看一下，它让输入密码，我们输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进入桌面。没问题啊，可以进入桌面。没想到这个修好很简单，这次又捡到钱了。这次再试一下，还是没问题的啊。好了，问题比较简单。如果大家的苹果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先不要着急去维修，先按照我的方法来操作一下。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遥控器它的3个最简单实用的维修方法，而且也不需要专业工具，只要我们简单处理一下就能把它给修好。第一种情况，假如家里边的遥控器按着没有任何反应，有时候这样拍几下就能使用了。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内部电池盒的问题。我们把这个后盖打开，先把电池取出来。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电池盒内部这4个接触点氧化接触不好引起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只需要用一个铁的东西把这个氧化层给它刮掉一下。这个氧化层啊，一般的都是有一些是电池时间长了以后，它内部漏液引起它出现氧化，或者一些受潮引起的。我们只需要给它刮一下，处理一下就行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假如遥控器上面的按键按着是不灵敏，或者是按键没有任何反应，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把它拆开来处理一下。遥控器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有一些是没有螺丝的，如果是没有螺丝的，我们直接把它抠开就行了。有螺丝的，我们先把螺丝给卸下来。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遥控器它的内部按键结构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和它是不一样的，这2个我们对比一下，这一个上面是有弹片的，我们看一下，而这个是没有的，它们的维修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说一下这种按键失灵，我们先找个棉签，然后蘸点酒精，把这个主板给它擦一遍，因为这个主板上面有灰尘以后，它也会影响按键的灵敏度。擦完以后，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个小黑点，按键上面这个小黑点，它是导电层。它有灰尘以后也会影响它的导电，我们把它也擦一遍。擦完之后，如果还是不好用，这种情况都是这个按键上面这个小黑点的问题了。它是长期使用以后，它严重磨损了，它就会出现导电性能不好。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找一个烟盒，然后把里边这个锡箔纸我们给它拽出来。我们知道这个锡箔纸它是可以导电的，然后我们用剪刀剪一个小圆片，在这个不好用的这个按键上面，我们给它上点胶水，然后把这个锡箔纸给它粘上去。锡箔纸导电的这一面让它朝上，这样就修复好按键了。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这个铅笔。我们都知道这个铅笔芯它是可以导电的，我们用这个铅笔在这个小黑点上面给它都涂满，给它都涂一下也是可以的。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没有贴烟盒纸好用，为什么？因为这个涂上去以后，过一段时间它还会掉的。这2种方法都能解决它的按键失灵，大家喜欢哪一种可以自己选择。然后我们说一下这种遥控器，它的按键采用的是和以前老式手机它那个按键是一样的，都是用这种弹片。按键失灵，我们首先把上面这个塑料的薄膜给它先揭下来。它的处理方法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还是用棉签给它都擦一下，擦拭干净。我以前修手机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修复这种按键。擦完之后，然后和这个弹片上面我们再给它擦一擦，擦干净。等它干了以后，把这个再给它粘上，这样按键就修好了。大家认为我的方法好用的话，可以转发一下，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个粉丝朋友给我寄过来了2个蓝牙耳机，他说是有问题了，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两个蓝牙耳机，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稍微旧一点的听筒喇叭已经没有了，它是可以开机的。我们看一下，可以正常开机。然后这一个比较新，它是刚买没多长时间以后，洗衣服的时候把它给洗了，水泡完以后就不能开机了。这个今天我们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给它拆开来检查一下，看它到底是哪儿问题。这是没有螺丝的，我们直接在这儿给它抠开就可以了。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电路板上面，看到没有？这就是洗衣粉水把这个主板给腐蚀掉了。我们看腐蚀的特别严重，然后背面也一样啊，你看这块也腐蚀的特别严重。看一下这个电池的这条红色的正极线都给腐蚀断了。这种电子设备啊，一般的是不怕进水的，只要是干净水的话，它一般都没问题。最害怕的就是进这种脏水，这个水啊，它腐蚀性非常大。如果腐蚀的特别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把它给腐蚀到报废。把主板拆下来，然后我们用酒精先把这个主板给它清理一遍，前后都给它刷干净。好，我现在把这个主板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看一下反面也一样。所以说这个电子设备啊，进水以后啊，就是尽早把它清理干净，越早越好。如果再放置2天的话，这些小元件可能就会被腐蚀掉，然后就报废了。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网上的一些视频啊，就是电子设备进水以后啊，可以把它放到大米里面，或者是放到冰箱里面，就可以把里边的水分给它都弄干净。像这种情况都是骗人的啊，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电池，看它有没有电，看电池还能不能使用。有3.71伏，这电池还是可以的，还能使用。都清理好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听筒的这2条线给它焊在主板上，然后把电池的2条线再给它焊上去，试一下看能不能开机。焊好以后，我们就把它再装起来。然后我们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开机。可以开机啊，看一下，这个已经修好了，问题非常简单。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旧的，这个旧的也可以正常开机。然后这个旧的，我现在没有这样的听筒。其实这个问题更简单，我们只要找一个报废的耳机，把那个听筒拆下来，接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全自动烧水壶耦合器坏了以后，我们具体需要怎么选购以及它的更换方法。我们看一下这个耦合器底座，这儿烧的是比较严重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更换耦合器。耦合器它的型号分很多种，我们一定要选对型号，如果选不对型号的情况下，买回来以后它是安装不上去的。这一套就是我新买回来的，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套。这个东西买的话，就是一买就是一套，人家是不会单独卖一个底座的。我们看一下这2个外观虽然是不一样，不过它是完全可以互相通用的。选择耦合器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看它的外观尺寸，这个厚度，然后就是这3个塑料的这个脚位，1、2、3，这它们的尺寸让它一样才可以。然后就是后边这个铁架的这3个孔，这个距离也让它和原先的一样才行，如果不一样的话是装不上去的。还有这个底座这一部分也是一样，我们看一下它的固定螺丝是后边这3个，它们这个尺寸要和原先的一样才行。我们看一下耦合器上面是有4根线的，先看一下这2条细的黑线，这2条线它是壶底座下边的温度传感器的线。然后这2条红色的线，它是220的电源线，它就是给这个发热管供电的线，总共是4条。安装的话也非常简单，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的上面是这2个细的引脚是接这个2条黑的线，然后这2个粗点的引脚是接这2个红色的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底座，它上面是有5条线的，它多一条这个黄绿这条线，这是一个地线。这5条线上面它都有标注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地线上面，这有个地线的符号。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条线，这儿标注一个 L， 这是一个220的电，然后这个是 N，
它也是220的电。然后我们看这2条黑色的线，它上面是标注，也有标注，大家有可能看不清。这儿是D1，然后这儿是D2，这2条黑线它是接在主板上，就是测量这个壶的感温的线。这个新的底座上面也是有标注的，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是 L， 然后这一个是 N， 这一个是 D 线的符号，然后这一个是 D2， 这一个是 D1。在我们更换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原先的标志，从哪儿拽下来的线再插到哪儿就可以了。对于新手来说，最好不要把这些全部拽下来，全部拽下来的话，有可能你分不清线头在哪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拔一条这个 L 上面的线，然后插在这个上面 L 上面去，然后再拔一条 N 上面的线，然后插到 N 上面去，就这样拔一条装一条，拔一条装一条，这样的话是不会搞错的。好了，视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的手机密码忘记了打不开怎么办？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密码一键给清除掉的。清除密码之前，首先呢，我们要把手机进入到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下面我们就可以清除密码。但是每个手机的品牌不同，它的进入工厂模式也是大概有所不同，不过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在进入工厂模式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手机给它关机，就是长按关机键。先关机，关完机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它的工厂模式。好，关完机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操作了。进入工厂模式的，一般就会分为2种。我们就是来操作手机的侧键这部分。我们先来测试我们可以一个手指按住这个开机键和一个音量减键，要给它一下子同时按住。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进入。不要松手看一下能进入不？如果不能进入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方式，无非就这2种方式。另外一种呢，我们就是音量加键和这个开机键要同时按住，长按不要松手。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就进入到工厂模式了。我们把这2个按键呢要同时松开，同时松开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一选项它是开机。然后下面是进入下面这个就是进入到工厂的模式，然后下边也有提示操作，是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提示操作，按音量加键和减键进行菜单选择，就是我们看音量加键和减键，你看到没有？它都可以来操作的。然后和电源键，它就是确定键，这个电源键呢是确定键。2分钟未操作，它要进行重启，所以说我们要赶紧操作。有的一些手机呢是只能靠侧键来操作，不过也有一些手机也可以点屏幕来操作的。在这儿是不能点的，不能点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这个开机键，它是确认键，点一下就进入了。马上进入工厂模式，进入工厂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一键来清除密码了。我们稍等一会儿。好，已经进到了，我们看一下，它这里里面呢有好几个选项。第一是安装系统软件，就是这个手机系统坏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儿来升级系统。然后下面是消炎系统，这边有清除数据，下面有关机、重启都有的。在这儿我们要选择这个清除数据，先把它打开。然后这有3个选项，第一是清除缓存，第2是还原所有设置，第3是清除所有数据。到这儿呢，我们要选择这个清除所有数据。选最后一项，然后下面有提示，我们看一下，仅清除手机系统空间中的数据，保留音乐、图片和其他数据。我们可以把这个来选择一下这个确定。正在清除数据中，这儿有进度条，要把它走完就行了。这已经显示完了，清除成功。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返回。返回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上面2项也都给它清除一下。到这儿呢，仅清除手机缓存，缓存也给它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呢，手机反应会更快。还原所有设置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实际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就开始给它返回就行了。返回之后到这儿，我们看一下有个重启，我们点一下重启，让手机重启进入它的系统。在这儿这个开机这个速度稍微慢一点，因为这个手机呢已经把密码清除了，清除它的缓存了，全部都搞定了，所以说的开机是比较慢一点的，这是第一次开机，以后呢它就会正常了。
开机以后，手机就进到激活界面了，然后把这个设置向导操作完就行了，和新版的手机是一样的。我们先选择就这个简体中文，然后点同意。网络我们可以先跳过，全跳过就可以了。好，现在呢，手机点一下就可以进入系统。大家看一下，密码已经没有了，是吧？一键清除掉了。塑料件破损断裂了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好用的修复方法。把它修复好以后啊，非常的牢固又耐用。我们来看，这是遥控器上面的一个后盖，上面这个挂钩断掉了。在使用的时候呢，你看放上去后挂不住了，很容易掉。但是呢，用个皮筋儿给它套上呢也能用，不过啊非常的不美观。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修复方法。像这种修复的时候呢，分为2个步骤。很多人呢只知道第一步，不知道第二步。只有经过第二步给它修复完以后，才会变得更加的牢固。我们来看，在修复之前，先把断掉的这半截给它先装在这个后盖上面，先给它对齐，找到这个固定的位置以后，然后呢把它拿下来。接下来呢，第一步用这种胶水给它粘一下。这只是操作第一步啊，一定还要经过第二步操作，不然的话只是靠胶水就这样简单的给它粘上，它是不牢固的。因为你看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小，原来呢它就会坏掉了，何况我们用胶水再给它粘上，是不是？如果只是简单的给它粘上也是不行的，用不了几次还是坏。你看用胶水这样弄好之后，然后呢放到我们刚才比好的位置，对好的位置啊，让它先固化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胶水干了以后呢，我们再进行第二步操作。首先呢给它还要加固一下，不加固一下的话还是不耐用的。我们先用个刀片在这个断掉的它这个裂痕旁边给它刮一刮，把这个面呢给它刮的粗糙一些，不要让它太光滑了。这边刮一下，刮完之后，然后呢把这边也刮一下。我们等会儿呢给它做一个加固，加固完以后才会变得更加的牢固，更加的耐用。好，就这样处理完以后，再找个易拉罐上面这个盖子，用个剪刀给它剪一下。我们需要用块这个材质的材料，先对比一下，用它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给它再加固一下，这样呢会更加的耐用。剪好了以后，然后呢在这个砂纸上面给它正反面打磨一下，打磨一个粗糙面，然后用钳子给它夹住，夹到中间的位置，给它折个弯给它，就这样就可以了。再用胶水给这个塑料件上面滴点胶水，滴上去以后，把这个铝片给它放上，做个加固。这样加固好以后，非常的牢固。好，就这样呢，让这个胶水先让它自然晾干。修复完以后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有这个铝片加固，所以呢，你看非常的牢固啊，比它原来还要牢固。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把它装上。没问题，是不是？而且从外观也没有看出它是修复过的，非常的实用啊，这个方法。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家里的遥控器坏了以后，先不要着急把它们扔掉。其实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用一个打火机就可以修好它。无论是这种电视机上面的遥控器，还是空调上面的遥控器，它们的修复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个空调上面的遥控器，它的问题呢就是你看啊，所有按键都可以使用，但是呢就这个温度减键不能用。我们看其他的可以加，但是呢不可以减。遥控器呢用了时间长以后，特别是某个按键经常使用，它就会出现按键失灵。如果就是因为这一个按键失灵把它给扔掉的话，就有点太可惜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个打火机快速的修好它。在修复之前，首先我们要把它先拆开，先把里边的电池拿掉，然后呢看一下有没有螺丝，没有螺丝的我们直接找个撬棒把这外壳先给它拆开。没有螺丝的这种遥控器，它的周围都是一圈卡扣，拆开以后在里边看到有螺丝的，我们就把上面的螺丝给它先拆下来。拆掉所有螺丝以后，然后把里边这个板我们给它拿出来。像这种按键失灵，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黑色的小点，它是一个导电层，用了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按键它导电效果就不好了，或者是这个板上面比较脏了，脏了以后呢，它也会出现按键失灵。
我们处理的时候呢，第一步呢，先来这样操作，找个棉签，然后呢，弄点酒精，如果没有酒精啊，弄点白酒也可以，蘸掉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按键给它清理一下。其实呢，既然拆开了，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上面这些点都给它清理一下。清理完这边之后，然后呢，再把这个按键板上面也给它清理一下。因为这上面稍微脏一点之后呢，按键上面它的导电效果就不好了，所以会出现按键失灵，或者是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这样清理完之后，然后呢，把它再安装起来，测试一下有没有修好。如果这样装好以后还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先用个打火机，然后呢，再找一个烟盒，把这烟盒里面这个锡箔纸我们给它先拽出来，然后呢，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如果不烤的话，这个锡箔纸上面是有层薄膜的，它不容易导电。我们就这样烤几下之后，然后呢，我们用个剪刀把它剪下来一小块，剪这个烤过的这边，我们看剪一小块就可以，剪这么多。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不能使用的这个按键上面，我们看就这样放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其他的这些元件再给它安装起来。安装好以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最后扣上壳，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按键。我们看，轻轻的一点就管用了，是不是非常的灵敏？和新遥控器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啊，大家呢可以收藏一下这视频，方便以后备用。